要從台灣出境的時候，海關小哥說：“羽球密碼。”你好，我都看你的干片，那干片拍得不錯。我說啊，干片拍得不錯。然後說啊，沒有，是羽球優質頻道啦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天線寶。有在關注我們的話，不難發現說我們其實最近有去泰國員工旅遊，順便去比賽。這比賽呢是由日本 Kizuna 冠名贊助的比賽，全名叫做 Kizuna Pattaya International Badminton Sawadee Cup 2025，由泰國當地 FYC 俱樂部舉辦的這個比賽，已經有10多年的歷史，算是東南亞歷史悠久且規模最大的業餘羽球競賽。今年就有來自100多國的業餘好手參與，每年泰國的前副總理都會來開球，規模之大，連泰國的觀光局都希望促成各國的球友可以來泰國打球之外，體驗 Amazing Thailand 的魅力。我就覺得這個像泰國青城杯的概念。然後這次我們身上穿的這個就是這次比賽的紀念服，蠻特別的。那我們這次打的是30到34歲的組別，那它有分一般組跟 Pro 組啊。Pro 組可能就是那些國際賽的選手，我們就是打一般組啊，因為我不是國際賽選手，我也沒有參加過國際賽。這一次我們真的感謝 Kizuna 乾爹。運洋工最印象深刻的是什麼？飛機餐老師，有那個冰淇淋，對不對？在搭飞機的時候，其實我非常忐忑，但是我化解忐忑的方法，它前面有一塊熒幕，你在那邊打麻將。那第一天到飯店之後，我們晚上去有一個叫飛機夜市的，对不對？那其實第一天到那邊的時候，我們都不太敢吃路邊攤，就畢竟要去比賽，不想要拉肚子之類的。台灣人的腸胃可能負荷不了他們泰國的細菌，就是我們會擔心這件事情啊，因為幾乎都是挑有煮熟的。那第一天原則上我們就這樣結束了，第一天幾乎都在通勤，非常累，從早上7、8點出門到晚上8、9點。第二天早上起來，我們去大象咖啡廳啊。其實泰國的交通我覺得是亂中有序啊。泰國人不太喜歡打方向燈，然後他們還有什麼不按喇叭？我就問司機說啊，你們怎麼都不按喇叭？他說我們這邊都這樣子，就靠眼神交流。到了大象咖啡廳，進去呢就聞到一個非常重的味道，我差點昏倒在裡面。最好是比賽再去啊。对，最好是這個就直接插在鼻子裡面，是有大象的大便、鳥禽類的，然後還有猴子什麼之類的，就全部摻在一起，這那個味道就是折一下就上來了。然後有那個表演哦，就是他們有當地有一些民俗表演，你會發現每個都超漂亮，每個男生都超漂亮，每個男生都超漂亮。我在想說，這應該有幾個是女生吧，超漂亮的。結果之後我跟你講，表演完啊，他們都會找你拍照，看到我是台灣人，老闆我愛你，老闆我愛你，他聲音就這樣子，真的。然後就一直要給你拍，老闆我愛你，老闆恭喜發財。沒有錢，可以騎大象。其實我看到大象之後，我也覺得蠻可憐的啦，是建議大家能夠不騎就不要騎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體驗，我建議你體驗15分鐘就好。坐在大背上，他這樣走，其實他应該是很不舒服。下午Kizuna就帶我們去會場去適應場地，剛好跟馬來西亞那邊的業務，他是馬來西亞州手，很厲害。他老婆還是國家代表隊，我們有打到球，其實蠻開心。然後這兩個呀沒有比賽了，還去那邊打單打，21分3戰2勝啊，打得很開心啊。然後到第3天比賽開始，那比賽真的開始，第一場下去其實蠻特別的。我們就是薩瓦迪卡都會這樣子卡完之後，第一顆我就給人家反手拍殺球。第一顆就這樣子了。打完之後，對手有傻眼，對手握手說：“你們應該去打 Pro 球，不應該來打這個。”我們其實8點多就到會場了，飯店跟會場之間是有接駁車可以坐的，我覺得這個蠻貼心的啦。我們坐10人8去了嘛，對不對？很舒服啊。第2場是下午的賽程，其實中間浪蠻久的，對不對？4個小時。咱們熱身熱半天，對手都沒來，馬來西亞那邊得流感，所以他們沒辦法來。然後到第3場再4個小時，我跟你講。我等到真的不行，你知道嗎？他們這些王八蛋全部給我跑進來。我們在樓下練皮球。到第3場，其實我們蠻緊張的，對吧？因為第3場的對手其實看起來就蠻會打的，真的有一點實力。然後我跟小李也蠻緊張的。你是送那個一枚小泡芙，很好笑哦。他直接去他的球袋哦，拿着一罐他吃這樣吃半罐的，來，這個是泰國的。我說靠，要你吃半罐才送給我。但是吃了之後驚為天人啦，害我直接去買一罐。对手其實比我們想象中還要緊張，因為會場其實是有順逆風的。那場印象我蠻深刻，就是前半段他們一直打奧賽，因為他們一直想要發力，一直想要用力，然後他們挑球都奧賽。然後我也不太喜歡打起高球，因為我本身防守就不太好，我也不太喜歡起高球。
到換邊之後，我們順風了，我就打攻擊比較多啦，最後也有獲勝，然後我們就晉級8強。第3天晚上剛好台灣的 W Studio 有來，對不對？他們也有去參賽，然後我們就跟他們一起去吃飯。我們去泰國，然後吃美式餐廳，你會覺得很好笑。可是那個真的蠻好吃的，對不對？很好吃，意大利麵跟什麼都蠻好吃的。重點是那一天吃完飯，我们回去的路上有一條街啊，就是非常多那種身材姣好的男生。因為我們晉級8強，第4天就是下午的賽場，早上呢幾乎都在耍廢吧。哪有去洗衣服超認真的啊！他去幫洗衣服，因為我們下午2點20的賽場啊，一下去打我就知道完蛋了。這個應該過不去了，那個8進4我真的過不去，因為那個真的蠻強的。會不會打？我推2個明顯我就說OK， 遇到強的人。8進4也應該遇到強的了。OK， 輸掉我們吃21分，31比21哦，輸10分哦。其實他們的資格應該要打 Pro 組，因為其中有一個人有打過 BWF Series， 那也沒關係，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在外國打到這麼強的對手，我也很開心啊。而且那個比賽其實邀請很多那種球星，香港的鄧俊文、謝盈雪，很多球星，歐旋一也有來耶。我看他打球超輕鬆，那樣摸着就贏了。我在現場聽他的聲音，大概26、27磅，很低磅，不高磅，我有點訝異哦。日本的Kizuna社長其實對我們非常尊重，我只要到比賽，他們社長、廠長還有他的助理都會在旁邊看我，非常緊張，非常緊張。他還特別把Kizuna的牌子搬過來旁邊，所以就不敢皮。我有皮，你知道嗎？我一皮有沒有？馬上被人家打。我一皮，對手這樣子對你露出一抹微笑，你終於來了。那一場比賽我跳了抽4、5顆網，只有2顆還3顆有得到分數而已。滾網之後他就等球，他才慢慢跳起來。他很有經驗，他的心呢不會為我所動，他不會慌，他心如止水，害我泛起了一點點。媽的，然後都打不贏來，真的很強。然後之後好，那場比賽不幸輸了，因為輸了。因為如果那場比賽贏的話呢，就要到晚上7點40。那其實那天晚上日本的社長要請我們吃飯的，变9點吃飯我會餓，不要。而且如果那場7點40又打贏，隔天早上10點還有，那我去那邊整個在打比賽根本就不用玩。我一眾懷疑我的加油隊是怨念隊，趕快輸就可以去玩了。晚上我們去吃日本料理。我們吃那個是小布，然後還有肉壽司，點超多生魚片，超爽。那其實，在對談的過程中啊，我們了解到說，其實 Kizuna 對我們是非常尊重的。我們也是在幫台灣代理商去跟日本那邊說，我們可不可以多一點顏色啊？現在球拍做那麼多顏色，大多數人都想要做搭配嘛。Kizuna 再也會出鞋子，我也跟廠長討論到說，其實我是本身比較喜歡 Z66這條線啊，然後可以怎麼改進什麼之類的都有講到。那有一些是商業機密，可能我們就不太能在影片裡面透露給大家。然後第5天我們就開始放鬆模式了。我們早上去真理室，其實我覺得真理室我印象蠻深刻，就是他說懂得滿足就不會貪婪，你就會得到真理。像我們阿哲就有點太貪婪，他說學長，你不覺得我很焦慮嗎？5天沒有開店，最主要應該是阿哲6天沒有摸到傳言機，規個心情就壞呀。文凱，你跟他睡同間，你有感受到嗎？沒有，他躺一下就睡着了。去真理市好像不可以穿就是膝蓋以上的褲子。我們的大象褲，我們去 7 買的，149塊而已，超便宜。等一下這件脫下來直接送給觀眾。那為什麼會戴那個安全帽？因為有時候怕那個木雕的作品會那個風蝕的關係會掉下來。所以你看到我們照片裡面會有一些拿安全帽的照片，就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。然後晚上我們去吃一間德國人開的無菜單料理。你看我們在泰國幾乎沒有吃到嗎？它中間有一個是類似那種韓式烤盤，就可以讓你用很多肉那邊自己煎那邊吃，然後老闆會自己在旁邊做披薩給你吃，飲料是喝不用錢的，對不對？而且那個肉是無限續的，就是你只要餓，你就可以一直吃，一直叫，一直吃，沒有問題。然後你知道一個人拿多少錢嗎？300，超扯，对不對？我們叫了一瓶那個調酒蠻好喝的。小夢喝了之後惱，你知道嗎？開始有點最後一天的晚餐嘛，對不對？就這樣結束了，然後到最後第6天就是通勤了。泰國那個休息站很特別，很大，有點像那種老街的概念。對，就是有點像老街概念。然後老街完全就是高速公路了，沒有那種交流道，你知道嗎？它是直接小巷子開出來就是高速公路。原則上這就是整趟我們去泰國的行程啊。那就是主要還是很感謝 Kizuna 讓我们有這個機會讓世界看見我們啊。就是我也沒有辦法想象說我自己一個小小的偽網紅，對不對？就是可以直接跟 Kizuna 的社長這樣面對面的吃飯，然後跟他討論到我們看到的東西，然後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打到不一樣的比賽，我自己感覺是非常多的經驗啊。那整趟旅程我非常的滿意。其實3個小時的飛機到那邊，消費真的很便宜，明天玩得非常開心。我明年想要帶他們全部都會打比賽。沒有，我是後勤，他打單打，他要打單打，對，他準備明年要報單打。
好不好？也感謝我的搭檔，他已經42歲了，然後還要陪我打那個30到34歲組的。其實我們打那對手30歲而已，跟他差了一輪，差了12歲。也感謝李寧有贊助我們本身的裝備。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去國際參加比賽，我記得這個比賽的競賽水準很高啊，場地跟規模都做得非常大。比賽的地點選在了觀光勝地，住宿跟接駁呢，它都是非常方便的。比賽完之後呢，我們可以去玩。我知道台灣有一群很愛比賽又很喜歡出去玩的選手，不管你是公開組還是一般組，每一個組別都有因應的選手跟對手可以讓你對抗。讓我們一起帶着朋友從台灣出發去泰國玩吧。怎麼樣？下次想要去哪裡？日本。OK， 再來大邊就要跟我們去了，我們的攝影會更厲害，因為這大家都真的很片段。其實做頻道這麼久以來啦，我們其實從小小的素人，慢慢的變成奈米網紅，變成微網紅。透過我們去跟社長討論，再來你們可以出什麼樣的產品，更適合我們現在的消費者，直接面對面這樣子講，是我們這次做到蠻大的突破啦。說實在的，其實有一件事情我都一直都沒有跟大家講，在疫情那個時候，我其實是非常想要把這個頻道放棄掉的，因為疫情你也知道，我們沒有辦法教球，頻道也比較少人在看。其實那時候數據掉得非常低，也沒有收入，所以我就很神經病在那邊做那些歌其他有的沒有的。但也感謝我的夥伴，就是他已經在天上了，他是我们大哥。那他願意支持我，然後他說你就繼續做，你不用擔心錢的問題。然後我們就堅持下來，把頻道維持好，甚至到跟阿哲最後開了這間店。我還蠻感謝自己有堅持這件事情，那也感謝這些夥伴願意相信我們去完成這個夢想啊。我希望說未來我們可以把這個能量累積得越來越強，大家願意相信我們就盡量把大家的心聲告訴廠商。這件事是我們存在的價值，存在的意義。那以上就是我們對泰國這次Sawadee Cup 的分享。那期許明年台灣更多人可以跟我們去參賽。期待再見嘍，拜拜。